大家晚安，我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李准基将军。燕莹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呢，823还有一场罢免选举。现在呢，曹兴诚的讲法越来越常常有金句了哈，我们不知道怎么讲来评论这件事情，因为呢，他说中共和国民党是低级的爬虫社会，甚至呢，他还说这一些人呢，实质上跟流氓没什么两样，一样是非法的，不讲是非，颠倒黑白的无赖，几乎已经把能讲的。能用的话，都用上了，还包括了什么？8月3号那个时候呢，都已经讲让民进党去做主了，但是8月3号讲反台独不该被允许。8月2号的时候呢，鼓励中国各省独立。8月1号呢，要大家成立天理志工团。7月31呢，说是赖清德请他推动罢免，这样子的一个金句产量，基本上呢，跟我们的总统也是有得拼的。毕竟呢，他在团结10讲当中，从第1讲到第4讲，每一讲都有金句。勘灾的时候呢，也常金句，比如说不能都靠国军啦，比如说促定爱改里背啊，又或者郭国文可以呀，等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些是金句啊，可能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但问题是接下来这个想法，很多人说连想都不应该想，这是纳粹说。好，巴囧出来道歉，说他本来是私底下开玩笑，后来他知道连开玩笑都不行，但是却有人出来帮他说话。这位网红叫做波特王，他说看不懂啊，他觉得这哪一出啊？因为他就认为巴囧的用意也还是反共啊，只是他觉得可以参考过往的历史经验，他认为比较偏向魔法对付魔法。好，很多人就在讲，你有搞清楚你在讲什么吗？演哈利波特啊，魔法对付魔法这件事情是想都不应该想的事情。甚至呢，另一个网红 Chip 讲法，那个叫做人类历史的地域代名词，是真的不能碰的。他强调啦，你这样讲不是把对岸中国人吓跑，是把台湾人给吓跑了。其实为什么大家会知道这一些内幕细节，是因为闽南郎出来开直播，闽南郎呢拿出他跟巴囧之间的私讯对话，告诉大家哦，原来巴囧的思考逻辑是这样。在这场直播里面看到了这个熟悉的身影，他叫钟明轩啊，也就是那个时候巴囧一直讲说他有在对岸跟对岸的政府联系来帮忙做统独战的人，那他就出来讲。斗内3200块，认为至少你比巴囧还像个人，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问，一路来从政府的言论，从巴团的言论，大家想问的是，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种法西斯了哈？原因是因为大罢免。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接受这么样极端，大家不想要接受这件事情，就像是李文忠所讲的近个月来是不是在台湾政治语言一次已经比一次又极端，大家真的很不想看到这样原本包容的台湾变成这么极端的台湾。而目前呢，现在这位民意沈正南他则直接讲了，他认为啦，现在是不是对霸团来讲，他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来都来了，跟谁都来领导都是一样的吗？因为呢，在我跟这个闽南郎他们的对话当中，我们发现了419当时的这个背板，其实呢，那个可能就是参考纳粹的图腾。现在国民党他就点名了，在这一场活动站在这个背板前面讲话的人有谁？有沈伯洋，有郭玉琴，有黄捷，刚刚好他们的家人也都有在对岸做生意。他们想问的是，当你们站在这个背板前面操弄仇恨的时候，到底你有没有理解？你有没有这个政治敏感度呢？而目前网友的讨论是，这一次的罢团领衔人当中，除了曹兴诚，他说呢，接下来要给民进党，他不玩了。除了巴囧，他现在挥挥衣袖，说他以后呢，已经就是开直播，不会再做这件事情了。那大家想问的是，沈伯洋呢？沈伯洋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继续推动他认为正确的罢免呢？但是回过头，我们想要请教的是赖老师，毕竟啦，这件社会当中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大家认为理性的沟通可以，可是如果用上了这一些的字语，那是不是真的有点极端了？超过了。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辩论是好事情，但是不能够做人身攻击，这是人格的修养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人格，我们主张正义，我们主张公道，
我们主张很多伦理的一些原则。那我们都知道，人跟禽兽的差异性就在于人讲求道理，人有智慧，人追求品德，追求道德，然后去否认品德、否认道德的这些人，他们就不配为人。那不配为人，他们就跟爬虫类的动物就是一样的了。去年台湾的广大的民众，他们绝大部分超过半数以上啊，他们支持了我们看到台湾很多选区的这些国民党籍的立委。所以去年选举的时候，小选举区的国民党的立委赢得了很大的席次，比民进党还多。那民进党很多的支持者他们就不认输，他们就翻桌，然后他们就坚持少数要领导多数。那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反民主了，不相信民主。他们虽然嘴巴讲民主，但他们做的都是反民主的事。今年他们就开始欺负那一些去年得到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的国民党籍的立委，他们就开始欺负他们，他们要罢免他们，他们要攻击，要羞辱，要侮辱，要把他的立法委员的职务要把他拿走，要把他抢走。那因此他们就发动了所谓的大罢免。结果在经过最终最新的民意，绝大部分的都超过去投票的1/2以上的人，他们都认为说，我们应该让去年获胜的这些人继续留在位置上，他们坚定的支持去年获胜的这些人。那所以民进党的还有罢团，他们还是输了。输了以后，你看他们又开始耍无赖了，他们开始对于人做攻击，对于这个政党做攻击，对于多数人做侮辱、做羞辱，还骂多数人是爬虫类的动物。从赖清德的杂志说一直到现在骂爬虫类的动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人的人品、人格，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想社会有公道，观众朋友你们也会有公道。来请教一下李将军。我觉得这些罢免团体现在冒出来这些言论，只凸显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这些罢免团体其实是极没有素质到极点这个不但连历史，连一些常识都不懂，你居然这个可以拿纳税这件事情拿来说而且说开玩笑，你可以当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个伤痛拿来当做你开玩笑的话题吗？我觉得任何人都没办法接受，这只凸显出来这个不管是八炯这些人来讲的话，极没有历史的常识基本没有。第二，我们看一下这个曹先生讲这些话这个包括到用这种爬虫类这种极其恶劣的人身攻击的语言来做攻击甚至于说是要叫大陆各省独立。那你有本事你到大陆去叫嘛？你在台湾叫什么？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罢免团体里面从曹先生开始，一下说不干了，现在又干了。这个八炯跟闽南郎两个人闹翻了。我跟各位报告，这一群团体里面，其实他们我们讲说，或许这个来罢免，他可能有他的意志，有他的理想，或有他的意识形态。但是我跟你讲，这些人现在很明显看出来，他们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也没有什么理想也没有什么抱负，他们只有一件事情：钞票，就是有钱没钱如果有钱的话，现在很明显，为什么会闹翻呢？倒不是说罢免失败，而是分赃不均你不信你去看。可能后面到底是谁资助这些罢免团体这些钱？那你如果到最后分赃不均，就很快嘛，一群乌合之众结合在一起，那讲究的是钱财利益。当这个钱财分配不均的时候，为什么你拿的比较多，我拿的比较少为什么你的流量比较多，我的流量比较少？紧接着马上就看到这种情形出现。所以我特别认为说是民进党，你会用这些人来当做这个罢免，来当做侧翼，来当做罢免的团体这个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这个水能够载舟，也能覆舟。你用这些人来当做来操作这些人也可以将你颠覆掉。我想，由这个不管是闽南郎讲的这个纳税的言论，或曹先生讲的这些这个荒唐不堪的这种言辞这个反而让老百姓更看得清楚原来你们一群
只是一群嘴巴只会骂人啊，一切不切实际，我们看不到你的理想在哪里。你现在来讲的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罢免？罢免理由你讲不出来，到最后你因为讲你讲不过人家，最后你就用抗中这个把人家抹红啊，用谩骂。现在来讲的话，你连抗中抹红你都没有办法运用来讲的话，你现在只有用一招。对，就骂你是低级的爬虫类，只能用这种话来骂啦。因为抗中抹红已经失效了。前面这个7月26号那天证明说是你将这些立法委员用抹红的方式给人家硬扣帽子，这招已经失效了哈。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他用更恶劣的手段，就是用这种包括到纳税这种言辞出来，包括到低级的爬虫社会，包括到鼓励大陆各省来独立哦，像这种。这个等于说是天方夜谭的话都已经出来，那我想说，我们各位观众，大家自己可以去判一下，如果说台湾这个跟着被这些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台湾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形态？难道你愿意让跟随这些人的想法，这么一些连基本的常识、连基本的知识、连历史、连地理都不懂的人，我们要顺着他们走吗？所以7月26号虽然说是蓝白已经给了这个。民进党一个教训，给这些罢免团体一个教训。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其实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哈，你如果甚至有人说是蹲下去是为了跳得更高啊，他们讲的话。但是我认为说，如果让他们蹲起来的话，我跟你讲，将会是台湾整个社会未来的不幸。你看这些人言辞就知道。所以这次823来讲的话，一定要让他们彻底的趴下去，一定要再给他们一次教育。让这些他们得到的票数会更低，我想这样才可以真正教训到民进党，不然的话，台湾永无宁日。民进党他出来直播的时候讲说，他因为他认为8种不纯粹了啦。然后呢，先前曾经被他抹红了这个钟明轩说至少你还有良心。但不管怎么样，周老师，大家所看到的是这一系列的言论，大家担心的是那种极端的言论，担心的是台湾这种社会氛围很法西斯的社会氛围。没有错哈，反共不是所有罪恶的遮羞布哦，那只有口号没有行动的反共啊，更是贻笑大方。那当然，我觉得现在看到这个纳粹的这个动作，纳粹的一些疑似纳粹的一些图腾，以及曹兴诚讲的这种爬虫说，我觉得是2个不同的行为类型哈。第一个讲到纳粹，因为纳粹的这个图腾是在德国战后以后，他这个当时的管制委员会就颁布法令说禁止使用这个违宪政党的标志啊、图腾啊，所以比如像这个纳粹式的这个举手礼啦，或者是这种就是像万字形的这个标志啊，在德国都是禁止的。那后来一直到德国统一以后，刑法典仍然把它纳入，就是说禁止使用。那严重的，它可以判刑了，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个它不只说在德国境内哦，它就变成在欧洲社会也变成是一个也变成是一个禁忌。比如像曾经有过一个希腊的足球队员，他在庆祝进球的时候行了这个纳粹的举手礼，被希腊足协踢出这个他们这个协会，就不能够再去被这个他们的国家队来雇用。那所以像这个就是说，它不只是说是法律的问题，而且变成是一个社会规范的问题。那当这些人，当像巴囧他们谈到纳粹，谈得这么这个自然而然，谈得这么心安理得，就表示他不只是说他认为只要是他想要对付的对象，什么手段他都可以采用，而且表示他无视于整个人类社会经过这么巨大的伤痛所累积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社会规范，以及大家的一个社会共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等闲视之，民进党不要说用这个谴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是这个人是你们非常核心的推动罢团的、推动罢免的这个所谓的领导人，而且是民进党照这个赖总统讲法是要与公民同行，是要全党去支持的一个活动。那民进党内部是不是要去反省这个问题？第一个，你知道而不去制止，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你表示你认为无所谓。那第二个，如果你不知道，那就表示你没有洞察你的合作伙伴，那个也是很巨大的失职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曹兴诚讲的爬虫说，其实不是纳粹的问题，是另外一个范畴，叫仇恨言论的问题。仇恨言论的问题，其实很多国家都有相关的立法。过去立法院也曾经讨论过，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法务部说我们已经有相关的立法，所以我们已经有相关的这个法条，所以不用再额外立法，不用重复立法。但是我们现在有的法条，第一个是根据宪法的平等权，就是不管阶级啊、种族啊、这个国籍啊，都一律平等。第二个就是有所谓的公然侮辱啊，
或者是有所谓的煽动犯罪啊，是用这些条款去。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社会对所谓的仇恨言论，它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并没有认为说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认为这才是问题之所在。为什么曹兴诚可以用爬虫来说国民党，说中共？中共当然不在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宪法的中华民国法律的管辖之范围里头，我们就在讲这个国民党。你可以把一个团体叫做是用爬虫来形容，就表示什么？它是非人的，这是否定你所描述对象的所谓人性尊严，否定它具有人性尊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也是呼吁在野党的这个立委，应该要认真考虑提出一个仇恨言论法。我们应该要最重要是要达成一个，是要形塑一个社会共识。对于任何你的竞争对手，你不应该用一种非人的方式去描述他。这个其实，因为你从言语暴力就可能成为行动的暴力，那就会使得社会陷入这种仇恨跟冲突之下。所以仇恨言论的立法，我认为是刻不容缓。不只是说最终目的希望它立法，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头，大家要知道，我们不能够再容许任何在政坛上有这个声量的人，在政坛上积极的人，他采取这种言论，造成所谓的上行下效，造成这种人民心中的仇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毒瘤，一定要将它加以摘除。其实呢，到目前为止，大家想说的是，赖清德政府啊，我们现在有好多重要的事情哦。等等广告回来就要来讲，在今天业界都还在讨论，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关税议题？要有8月8号又快到了，你这232你现在谈的怎么样啦？昨天传出一个4000亿的数字，那这数字是哪里来的？真的是来测风向吗？先进广告。好，我们刚刚讲到关税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问，昨天他这样讲，他是讲真的讲假的？经济部长郭志辉到高雄去，那跟这个产业界的人开闭门会议，是这样说的，来听听看。讲啊，日本、韩国共款15%嘛，那么日本、韩国所答应的条件，咱会当做，咱会当所有的农产品拢开放给台湾，当然是。工业性产品，所有的美国的汽车、美国的药，竟然就是1000亿美金。你是希望中华民国政府来投资，还是按民间会当筹措4000亿美金下去美国？好，他讲的对象呢，其实是在这个中南部有很多，比如说螺丝产业啊，比如说精密工业等等的这一些中小企业的工会的一些代表。那他就想问嘛，说那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我们要全面开放吗？还是说民间愿意来筹资？重点，你们愿意让什么？其实这一些的中小企业在这一次20% 的这个关税，确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重重的打击，因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人家是15%，那我们现在是20%，你要它怎么活？但是那个4000亿怎么来的以前没有看过这个数字啊。今天确实啊，好像说川普这边呢也有类似的这种谈话，可问题是4000亿哪里来？是真的吗？好，大家去问经济部了，他说没有啦，举例而已啦。部长呢是以当时日韩的投资规模作为推估的例子，我们不是已经跟美国讲好，说要有具体的承诺，或者是正在进行相关的谈判。好，所以呢，大家说那现在这样讲法是有在测风向吗？毕竟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谈嘛，郑丽君不是又要去了吗？郑丽君呢，现在是主要的谈判对象嘛，谈判的代表嘛，里面的组合里面没有郭志辉嘛，关税的应对记者会上面也没有郭志辉嘛，那为什么郭志辉现在突然出来讲了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就想问，你现在在这个时候这样讲，你以为美国人都不会看吗？人家应该也会做舆情的一些相关调查吧。现在的这个关税谈判传出，我们要买美国600万吨的天然气，是史上最大采购量。好，中油这边的回应，他们是讲说呢，相关的采购我们在推进当中啦，我们就是呢希望能够参与。他们有强调合理的商业条件，要掌握阿拉斯加的气源。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另一个讲法是川普在意的
还是台积电？一个是台积电是不是入股 Intel 49%？台积电魏哲家已经想说，我好不容易逃走，怎么又来了 Intel？ 还有另一个是什么？要再投资4000亿美元？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跟刚刚那个讲法，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个时间点上还真的是蛮巧合的？不管是哪一个，对于台积电魏哲家来说，都是一个很为难的一个要求。那现在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谈？因为232同步也在谈半导体，台湾的晶片会不会可以课高关税？纽时的讲法是呢，因为台积电的投资远不及日韩，所以我们现在谈判才会陷入僵局，很有可能会变成下一波被制裁的对象。目前8月7号生效之前，有没有可能让我们那个20%真的就像总统讲的？还在谈，有机会降。现在说很可能来不及啦，因为时间就是很赶嘛。甚或说赖清德有亲邀重量级的大老板来帮忙救关税，说呢找这个人来到官邸里面密谈，然后希望他帮忙组团赴美投资，送大礼包，化解僵局。好 ，AIT 现在的讲法是说，美方明确表示不需要台湾官方的协助啊，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现在连谈都没有得谈了呢？有学者呢，他则是出来讲说，其实呢，川普就是不信任赖清德，讲法是川普的阵营呢曾经主动取消赖清德原定访美的过境安排，所以呢，到底美台之间是不是坚若磐石，现在真没人知道，因为毕竟啦，印度先前也说他跟美国很好嘛，莫迪至少跟川普两个人是握手又抱抱的嘛。可现在呢，川普再批印度了，说他转卖俄罗斯的原油，谋取暴利，所以他一定会对他再加税，要课这个次级的费用。而另一个部分呢，则他们的国土安全局直接讲，印度有向俄罗斯购油，那个就是资助战争。那川普现在的这些作为呢，已经让印度很生气，说你们也是边骂边买啊！你们为什么双标？你们可以，我们不行，什么意思？这件事情啊，基本上已经呢在对岸，大家是一个看热闹的心态，登上了热搜。只是大家在讲的就是彼此之间，他们是不是真的感情生变了呢？那这样的一个做法，你认为印度真的就会少买油吗？还是你越讲他越买？毕竟他说便宜的油为什么不买？这个就是印度他们先前自己说的话嘛。真的杠上了，那后续他关税战会怎么来解？但是回过头请教赖老师，我们现在最在意的是我们关税战怎么解？他跑去跟我们的这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一些工会的领袖讲那你们愿意让什么？你怎么看？我觉得在直观来感觉是国资会开始在进行动员了，然后再进行这个说服企业界或者是在台湾想要一传舆论了。那也就是说，你要把关税降到都是15%，跟韩国、日本、欧洲都一样，然后让台湾的企业反正都进美国嘛，那都进美国，大家的关税都一样的话，那就是公平竞争嘛。但只是说，到底这个15%是出口商付还是进口商付？对，理论上讲是进口商付。但是有的时候出口商说，那我也贴一点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平衡。那这样的话就是减少他们把物价上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一个情况。那当然那是后话，可是问题就在于国资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目前的一些动作就让人感觉到就是说，那应该是4000亿了那当然后来他们出来洗白说，没有啊，没有谈到4000亿啊，说我们只是比喻日本、韩国，可是日本不是4000亿啊，日本是5500亿啊，韩国呢，韩国也不是4000亿啊，韩国是3500亿啊，而且呢，韩国的外汇存底才4156亿，我们的外汇存底是5800多亿，所以理论上讲，一个韩国4000多亿都要拿出3500亿的话，我们的5800多亿的外汇存底拿出4000亿，可能性就存在了。所以我倒觉得国资会不一定是随口说的不一定是只是举例而很有可能是美方的要求就是4000亿。那台湾当初是认为说1000亿、2000亿都太多了，3000亿已经到极限了，结果现在看起来很像是4000亿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了。他说你要政府投资，不是政府政府的钱都是我们的钱，我们老百姓有同意吗？
第二个，你说你要厂商来认购，厂商他会算的，就是如果你的投资会打水漂，那这个4000亿不是小钱呢。对，就是我拿这么大的钱，然后跑到美国去投资，结果我到最后血本无归，那这个账，这个恶账算谁的？这个呆账算谁的？这个损失亏损算谁的？那如果你是跟银行借钱，银行为什么要借你钱？银行一定要去算你的可能性，成功的可能性高还低，更何况，那你到美国去投资了以后，那有没有投资保障协定？例如说 T-Dog， 他去美国投资，在美国赢了，成功了，美国要把它没收，说国家安全的理由。那如果未来美国说，哎，你在我们这边投资这个半导体，因为国家安全的理由，我们要把你没收，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所以你要有一个投资保障协定，还有利润到底归谁？因为现在传出来的明白的说，日本的利润90%是美国人拿走，然后日本人只拿10%，我们都在怀疑日本的商社如何把这个钱砸下去，然后日本的政府如何能够编列预算把这个钱砸下去，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这些都要跟老百姓讲清楚嘛。到目前为止，你们为什么都不讲？赖清德不讲，郑丽君不讲，卓荣泰不讲，你郭志飞你至少讲清楚嘛，把我们的疑问都讲清楚，让我们知道嘛。但主要哈，其实刚赖老师提到非常多的细节，就是那个细节对于这一些毛三毛四的业者来说至关重要。但也想问一下左老师，因为呢，其实从谈判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是郭志伟很常说哦，因为呢他也不在那个小组里面，所以他也不是那么清楚。但现在他到前线去跟中小企业对谈的时候，他讲的这个内容又说只是举例，其实紧要关头啊，大家担心啊。对，上次郭志辉也说他也不了解台积电这个投资的情况，对，所以我想很多人的第一个疑问是说，哎，他也不了解台积电，也不了解关税谈判，他这个经济部长到底是做什么的？但你仔细想一想，觉得他讲的好像也有代表一定的功能嘛，就是表示说他要把这个球丢出来，到底你要关税20%，还是你要15%，但是要投资这个投资那个？但是我想再进一步讨论一点，我们先要做澄清。第一个，日本跟韩国不是让美国农产品全部都进去的，像韩国非常关心就是大米跟牛肉，韩国的说法是他们守住了，美国没有要求他们进一步开放。日本的说法是到现在还在谈，也还没有定案，可是关税已经宣布了，所以说郭志辉这个讲法其实也跟事实也有距离。不过我想要进一步要谈的就是说，郭志辉现在讲这个东西，其实要对照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讲说，因为本来赖政府要邀请这些业者去美国，但是呢，后来这个 AIT 说不用台湾官方的协助，这个跟最近今天出来的另外一则新闻有一点有意思，放在一起看。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讲说，美国以前国务院的一个顾问，曾经在川普政府第一任川普政府小布希政府当过这个国务院顾问的一位这个叫 Winston， 他写的一篇文章，他谈到就是说，因为前任的政府花太多的力气在取悦拜登政府，所以导致川普不高兴，因此才很难谈下去啊。这两个我觉得对起来刚好就是相互指责嘛。就是这个美国国务院前美国国务院顾问他写的就是指责说是蔡英文政府的外交政策出了问题，造成赖政府的一个包袱。可是《镜周刊》就是讲这个所谓 AIT 说不需要台湾官方协助这个，对不对？这个当然要AIT 出来证明证实。但基本上这个报道的意思是什么？是赖政府可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出了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既然美方居然说是不用你出面啊，那结果最后连团都没去，就是你不出面，结果连团也没去成，所以问题没有解决，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20%的关税。这个其实反映了核心的问题，就是赖政府在两个重大关系上没处理好，是我们今天看到关税反映出来两个重大的问题，一个是跟在野党的关系，一个是跟他内部不同派系的关系。前面我们看到这两则新闻，就是他跟他内部不同的派系的关系。你看
在对美关系上，很多人都当时都说应该请这个萧副总统来主持啊，就算他不能去美国，他也可以主持啊。可是你看，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参与。那现在是派的是一个过去没有跟美国谈判经验的郑丽君副院长来主持这件事情，所以到今天谈出了这个结果，大家就会怀疑说，你是不是当初在团队组成上其实就已经没有把最好的团队组出来，就已经有一些导致你内部后来矛盾重重的一个问题。第二个跟在野党的关系，其实你要进行谈判之前，照美国这个在很多国家处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关税谈判，都是要先由国会授权啊，然后你后来拿回国会来，国会就可以包裹表决嘛。而且这个概念也是民进党当初在太阳花之后提出来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贸易谈判的一个法，当时是规定一定要有国会的这个明确这个授权嘛。结果你现在不这样做，你也不跟在野党沟通。所以才会出现今天种种的问题，包括不透明的问题，包括谈出来的结果大家非常不满意，包括大家整个不信任你的谈判团队。所以这个赖政府未来要解决关税的问题，第一个先把我刚才讲的两个关系，跟在野党的关系，跟那个民进党内部不同派系的关系，先把这两个关系搞好再说。来，请教一下李将军。你看这个郭志辉，你是一个经济部长，这个你讲话可以说是我只是一个这个举例，用这种言辞来讲嘛？那你不是把我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军国大事当作玩笑话？那我觉得民进党也很好笑。这么重要一件事情，就算你要试风向好了，你也干嘛叫经济部长出来讲试风向？你找一个次长或者找一个底下一个科长就可以。经济部长应该是以我们的观念认为说是一个部长级，应该是一言九鼎，负责整个国家一个经济发展的规划。那怎么可以说是讲完以后第二天又说我只是这个讲个举例而已？这真的是很好笑。我们国家官员来讲的话，甚至于我觉得连个幼稚园学生都不如。幼稚园讲话学生有时候还比你来讲有了信心。我们这样讲一言九鼎嘛，那你部长级应该是最起码有这种风范。那接着我们看这些事情看出来的话，我们就不免感觉到底是谁在卖台啊？我们台湾有没有被卖出去？4000亿投资4000亿美元，4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4000亿美元是12兆12兆台币，12兆台币是什么？我们台湾每年的政府预算也不过是2兆9千万，等于哇塞，那开玩笑，那等于说4年我们国家所有的总预算都要投资到美国去。那好，你投资4000亿好了，那之前台积电过去的1650亿算不算在其中？我跟各位讲，绝对不算了。川普不会说你来了我就算，从今天开始算。以前来讲你已经进来了，那算你自己奉献给我了，我不会给你算。那你看看这4000亿如果投资下去以后，我讲其中一个项目，就像我们这边讲的，4000亿去帮美国干什么呢？其中一个就是帮他去盖阿拉斯加的油气管线。那盖完以后，我们自己再花6000万去买，有没有这种道理啊？我们自己出钱去帮人家盖这个天然气的这种管线，去开挖这个天然气，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再花钱去跟他买这个天然气。各位观众，大家想想看，谁在卖台啊？另外来讲，台积电这个现在来讲说台积电以前投资了1650亿不算也就算了，现在来讲，他要这个台积电去入股 Intel。我们知道 Intel 来讲的话，已经快倒了嘛，因为它技术来讲很不行嘛，它 CEO 已经换掉，那是不是你美国就是摆明了叫台积电的核心技术要给 Intel？ 那如果这样的话，谁在卖台？那我们台湾最宝贵的，之前人家日本跟韩国谈判，都会将它最这个珍贵、最有价值的资源留到后面当筹码。结果我们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把台积电送给人家了，投资盖了亚利桑那厂就已经盖过去了。那你现在来讲，你有什么筹码跟美国川普来谈判？那就任人宰割了，你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最后讲一下这个莫迪我跟各位讲莫迪如果说老美这样干他的话，我跟你讲，9月3号莫迪就会站上天安门的广场去看93阅兵，然后在那边让你这个川普很羡慕、很嫉妒，因为你一直想来，你不能来。我现在莫迪到那边，不但去看阅兵，还跟这边左边站着普京，右边站着习近平，然后手连手。那你看你川普怎么办？好，我们等会要来讲的是，因为其实呢，现在在整个地域上面，确实你会看到最近中方有越来越多新式武器等等，带你来了解。
好，带你来看到的是呢，其实现在大家很关心，到底中方目前有一些新的动作，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在对岸大陆说他们的解放军高层出现人事地震了吗？原因是因为他们7月31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一个招待会，庆祝解放军建军98周年，算是一个大场面。可是问题是7位现役的上将竟然没有来。这里面呢有武警部的，有海军司令员，也有海军政委袁华志等等，所以大家就想问，是不是习近平他内部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或者是他们的军方现在是不是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好，可是最近有可能是因为这个93阅兵，他们有越来越多的新武器要出来亮相了吗？因为又看到了隐形军用机了。这个隐形军用机呢，跟先前网络上流传的歼36或者是歼50看起来都不一样，应该又是另一款新的。因为资讯很少，所以大家现在呢不太清楚它到底是新的无人战机，又或者是载人的飞机，现在还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但是呢，现在他们确定已经研发出来一个新的电子战。每一次大家都告诉您了，现在的战争已经是进入了新的纪元，电子战、电讯战非常重要。他们现在研发出一种叫做台风眼，可以保护，也就是说呢，它在一个位置的中间，它呢能够导出一个台风眼，然后台风眼外面呢可能是一个敌方的这个讯号，那外面呢是强烈的信号干扰，但是中间他们的地方呢是一个电磁的平静区。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真的它的战力会大大提升？反观在美国这一边，呢说波音又出状况了，这是联合航空的一架航班波音787，说7月25号的时候才刚刚起飞，马上左侧引擎就故障，赶紧安全降落。还好的是没发生什么重大的意外。但是波音出事不是第一遭，这一回是在生产线，他们的战斗机厂说专门生产 F-15的战斗机，还有其他军用机的，有将近3200人大罢工。这之后呢，又会对于他们雪上加霜啦，因为呢，营运已经出现一些状况了。品质控管出现状况，现在又出现了这个人力方面的状况，到底该怎么办呢？不是只有在空军这边有状况，海军这边说也有状况。美国海军最新的军舰叫做 DDG-1001，好，现在说到处都是锈蚀污渍，而且是大面积看得出来的，表面会剥落的那一种，这个是不是真的很落惨？现在其实在川普上任之后，一再的强调他要重新整顿五角大厦。五角大厦呢，他们一定会有些新的作为。最新一个是签了价值35亿美元的 AIM-120导弹的采购合约。那这个合约签下去呢，说是史上最大份，但问题是，真的之后还要如何使用？那又或者它的产线多久能够完成呢？美国媒体的讲法是说呢，现在其实对于川普来说，他很在意的还包括了民用飞机飞进了 New Jersey 他们的临时限飞空域，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俱乐部啦，高尔夫俱乐部一个飞行区，所以呢还赶紧派战斗机去把它给拦截下来。现在的五角大厦到底他们的整体战力是怎么样？好，毕竟啦，如果说重点还是在印太的话，看到了解放军在南部战区，他们有一个南海巡航，讲法是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啦，没有针对谁，但是呢，大家看得出来，针对的就是菲律宾跟印度吗？而另一点呢，则是他们逼近了东沙，一度还关了 AIS。那我们的海巡这一边呢，说有监测到，所以有赶紧去监控，也赶紧去将它给驱离。但是因为之后一连串的演训时间有可能大家开始讨论的是由训转战进入战备模式吗？这是央视的军事官方微信说罕见披露，其实陆海空三军的联合作战新模式正在加速成型。台湾先前也不是没讨论过，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个汉光演习无剧本的演习，但现在却被美国媒体外交家杂志直接讲说呢，我们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而且呢，他们强调的是，我们的人民因为和平繁荣削弱了危机感，大多数人难以想象战争，没有危机意识。国防部的讲法是说呢，这样的说法对于国军来说很不公平。但不是只有外交家也有这个美国军事专家投书到日本媒体，说尽管啦，现在很多人都讲说，哎呦，台湾半导体或者是国际企业在这边有据点很安全，但他们认为
一旦局势生变，一旦真的有问题，那一些矽谷的企业也不一定会挺身支持台湾。所以回过头，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李将军，您会怎么样来看？好，在军事的层面上面，我们先看看对岸的军事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大变动。如果有我们这些老军人这个讲台湾这次汉光演习是表演，一定被批判说你舔中卖台，你是这个舔共的退将。但是现在美国杂志外交家讲这种话的话，那我们这些青鸟要不要去出征美国外交家这份杂志？那这次演习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之前就看到说是美军有400个美军在分散在台湾各地。我相信这400个美军这个从基层连队开始，一直到高层的这个指挥所，都一定有这个美军的人员。从陆海空三军各级的部队、防空部队这个或者是战机部队，一定都有美军在做观察。那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次是不是就是美军来考核我们台湾到底有多少战力，可不可以撑得过这个10天还是20天，等待美元来支援？尤其是说有一件事情更可以证明，台风的时候刚好碰到台风演习的时候刚好碰到台风。赖清德讲说这个要靠自己不能都靠国军，那代表说其实我认为赖清德会讲这些话，他是因为美军在考核，那这段时间如果抽掉或暂停演习来讲的话，那你怎么跟这些美军交代？所以他不得已，他必须要继续演下去。但演下去好了考核完以后，这个结果考核的美军考核的结果，现在由美军这个美国这个杂志外交家他当然不会由国务院来发布，也不会由美国国防部这个他就有一个杂志来发布说，我对你考完试之后，你的等级打出来是评鉴的等级什么？是 A+ 还是 A+？那评鉴的等级是表演性质大家去评估一下，看看这表演2个字在美军的这个评鉴里面应该是什么样等级。那为什么说美军这个会说我们台湾是汉光演习表演性质？我举几个例子，我跟各位报告这个整个演习的过程，你这些国防部你可以去骗记者，记者不懂军事；你可以去骗老百姓，老百姓也不懂军事，但你骗不过美军，他们来的这400个一定都是军人，这像我这也是军人，你骗不过我们军人。那但是我们特别强调要动员后备军人，要韧性特色就是说22000人。可是我们看到这22000人动员，因为这22000人是在这个服役前面10年我们预期只有4个月，所以动员大概都是预期只有4个月。你这时候把他叫进来，他怎么会操作？他的班长也不会教他，所以美军在旁边看得傻眼连我看了都傻眼。那个兵这边射击预习都不会做，机械分解都不会做，班长连命令都不会下。我们看到整个过程这样，那老百姓不知道，老百姓看记者在那边拍，觉得很热闹你说那你说是不是表演？就找记者在那边拍嘛，就班长下的命令下错了连命令应该怎么样下都不会。那第二个我讲，你搞个100-200辆游览车摆在那个地方说要挡战车，你现在来讲他战车游览车当然愿意开过去，你付给他1辆1万块钱，他开过去。打仗的时候你说你过去那边挡战车，你想那游览车司机会不会去？你说这是不是表演性质？所以我们从以上这些简单的举2个例子，我们就看出来真的是表演，难怪人家美军会说你表演这个我们要痛定思痛了。这个作战战备来讲，你骗得了所有人骗得了自己人，骗得了记者，甚至你就算你骗得了美军，但是打仗的时候你也骗不了解放军。来请教一下赖老师。8·1是大陆的建军节嘛，所以是一个重要日子。重要日子一般来讲，在台湾也是重要的日子，当然大部分的高阶的将领都会出席。所以如果没办法出席，除非有特殊的任务，那要不就是有一些状况了大陆的反腐已经形成一个机制了，它自动会生效，就是说只要你是实名检举它自动就会开始去进入调查。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可能是旧案例如说查，好像一个葡萄串一样，查，查到你了，因为他们现在是查到哪里办到哪里，从来不管你官阶大小。我觉得这个是大陆在他们内部的进化就是说把那些贪官污吏把它去除在外。因为你也知道，一个军人如果贪官污吏的话，军人爱财就爱命，爱财爱命，他就不会去为国捐躯，就这么简单嘛。我们在军队也是这样看嘛，看哪位将领爱财那我们就知道他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他想的是我怎么保命去花我的钱花那么多那个努力去污那么多钱来，还冒了风险还怕被查到，那他当然要想办法保命。那这种军人是不能打仗的，那就是死别人不会死自己，这很糟糕的所以我觉得大陆
这个整数贪赌这个部分，他们下的力道功夫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情。另外，6代机目前来讲，大陆事实上是领先美国，所以川普才会那么的着急。如果这一款是第3款的话，是有人机，那就不得了了，那也就等于是第3款，对，等于是第3种的有人机。那现在不知道它是有人机还是无人机，但是已经确定大陆的6代机已经领先美国了，所以我觉得川普的压力很大，因为大陆如果有3款这种6代机，而美国1款都还出不来，美国的落后已经不是一点点了，可能是已经这个距离在扩大中啊。电子战是现在跟未来最重要的啊。我想不管是陆军、海军、空军，大家都知道电子战是保命的，而且是摧毁对方的。更何况在未来战场中，如果能够瞬间的让你的通讯系统、让你的指挥系统全部都断掉，你的雷达看不见，你的通讯听不到，你的声音传不出去，那你就挨打的份嘛。但是如果说我能让你看不见，而我能够让我自己，即使你对我实施电子干扰，我也能够保护住，那这个战场的优胜那就差别很大。所以我觉得电子战确实是一个主战场。美国的这个波音的787已经第2架了，第1架他说哎呀不是这个机械的因素，是应该是人员的因素。可是当这是第2架的时候，那这个就不能够小看了。为什么说不能小看？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这个吹哨者，他就是787的品管经理，也就是说他当时就是一个787的品管的这个负责人，他都已经上书给他们的最高层说品管有问题，材料有问题，很有可能在10年、20年后这个机子就会出问题，因为它会提早弹性疲乏等等的。那当然他们的当时的波音的高层不处理，所以他就只好检举，成为一个污点证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后来他不明不白的死了，可是你看现在刚好就是10年，真的就是第2架了。我觉得波音必须要重视它的787当初生产出来的那一段时间的飞机有没有都有问题。是，来请教左老师。好，其实我倒想谈一下这个菲律宾跟印度的演习，因为这个演习当然是第一次菲律宾跟印度的演习，第二个，因为这个演习的同时，菲律宾总统马可斯正好在印度访问。那他访问的期间，菲律宾跟印度也会宣布所谓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到目前为止有5个国家，加上印度有5个国家是他的战略伙伴，包括日本啊，包括越南啊，澳洲啊，还有南韩。所以你看，他现在菲律宾的策略就是尽量的把周围的国家都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合作关系。我讲的是特别是军事上的合作关系，也许是武器的出售，像菲律宾之前跟南韩采购过他的教练机，或者是说像这个日本提供过这个海巡的这个船舰给菲律宾那甚至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演习或者是操演。那不管如何，这是菲律宾现在面对这个中国大陆在南海上双方冲突它的一个策略。可是菲律宾要能够真的跟印度有所结合，可能要面临几个挑战。第一个当然很大的挑战，因为它所谓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它并不是只是军事嘛，它是全面性的，包括经济。可2个国家的经济其实是有相互竞争的。那比如像说2个国家过去都是很重要的所谓的 call center， 就电话服务中心，然后他们也都是在 IT 产业上仰仗他们非常庞大的技术劳动力来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供应链上扮演一席之地。